大家好，我是 Anthony，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想和大家聊聊催婚。对于许多未婚的中国年轻人来说，过年被父母和亲戚催婚是一件让人不舒服，甚至是相当痛苦的事情。在刚过去的2025年春节里，很多网友都表示受到了亲戚和家人对自己婚恋状态的盘问，即使人在海外，也会在电话中被父母暗示或施加压力。因此，春节也是中国人家庭矛盾和心理问题的高发期。刚好前些天一位网友向我讲述了他被催婚的痛苦，我觉得他的家庭情况很有代表性，所以今天这期视频我就想结合他的故事来聊聊中国家长为什么喜欢催婚。如果你对今天的视频内容感兴趣，或者你有任何想找我探讨和咨询的话题，都可以联系我的邮箱预约。那么继续说回我们今天的主题。首先，这位网友今年28岁，在春节期间，他和爸爸原本打算一起上坟祭祖，然而在出发的那天早晨，爸爸突然非常沉默，不和他说话，似乎对他有极大的不满，这种冷暴力让他非常痛苦。他明白这是父亲对他单身状态的怨气，在过年期间，他们多次因为催婚爆发激烈的争吵。他的奶奶也认为这个年龄不结婚是有大问题的，并且告诉他的爸爸可以用言语刺激他的。这种家庭氛围让他感到非常窒息。相对而言，妈妈和外婆更能包容他的选择。面对催婚，人们比较容易归结为以下几种原因。首先是中国的集体主义文化。比如这篇文章就讲到，中国人认为自己一定要和别人活得一样，似乎不一样就意味着异类、不正常、不安全。当自家的孩子到了适婚年龄却还落单，又听七大姑八大姨说你们家孩子怎么还没结婚，没生孩子呢，主流的中国父母就会感到特别焦虑和恐慌，仿佛被抛弃在群体之外。为了缓解不被认同的舆论压力，他们将这种焦虑传递给子女。第二种对催婚的解释则是儒家文化，比如中国传统观念里是不承认真正意义上的爱情的，婚恋的终极目的在于组建家庭，传宗接代，也就是《礼记》讲的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至于两个人的精神是否足够契合，这种超出了传宗接代的需求都是不值得太多考虑的。许多中国父母也不是完全不看内在，但他们关注的东西都非常的表面，就是只要达到过日子的基本心理条件就可以结婚了，比如男人踏实能干，女人温柔贤惠。至于更加深入的内在特质，比如价值观、思维方式和倾向性，都不如过日子重要。当然，过日子这个词也是非常有中国特色的，我们以后也可以专门讨论。总的来说，不论是归因于集体主义文化还是儒家文化，它首先都是中国文化，这当然能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中国父母对于子女婚姻的焦虑。但归因于此还不足，我们要问的是，这种文化是人性自然发展的结果吗？如果它并不是自然的，而是被扭曲出来的，那么这种文化是通过什么路径施加给个人的心智的呢？正如我们在10月27日的视频里所说的，当我们提到文化时，需要注意存在两种意义的文化，一种是具体的选择，比如喜欢用筷子还是叉子，喜欢穿旗袍还是西装，这种意义上的中国文化完全可以作为个人自由被包容。但还有一种抽象意义上的文化，比如这种催婚的文化，这种文化就是不自由，是被扭曲出来的，因为我们认为没有哪个群体的人天生就喜欢没有个性和自由的生活。另外，如果我们认为中国的集体主义或者儒家文化是本质性的答案，也不能解释为什么同样在这种文化下，个体之间在反思能力上的差异为何这么大，以及造成他们之间差异的原因是什么。因此，我们在这里关注的并非整体的文化，而是个体的心理发展过程。在我看来，中国的催婚文化，如果这算是一种文化的话，本身是一种创伤的产物。这具体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创伤导致父母的心智化能力受损，读心的能力差，也就是时常陷入心理等同模式 psychic equivalence。 心理等同模式是一种原始的状态，就是太容易将内在的感受投射到外界，无能区分和标记自己的体验与真实世界，无能诠释反思自己的体验，
当他们把自己的感受投射到他人身上时，他们就会感到这种负面的感受是如此的强烈，就好像是现实中的威胁。结果，他们常常表现出过激的行动，而感受不到对方的情绪，这也是边缘型人格的主要特点。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父母在催婚时可以说出非常难听和刺激人的言语，或者使用令人痛苦的冷暴力。比如，有的父母会说：“你都这个岁数还不结婚，不觉得丢人吗？”这其实是他们自己对于被他人评价的恐惧与焦虑，但他们的心智被淹没在这种未经反思的感觉中，他们直接接受了这份体验的表面意义，并将其投射给孩子。他们也无法想象子女听到这些话后的痛苦感。在 PTSD 患者中也能看到类似的表现，就是对特定体验不能维持多元的观点，对于理解自己和他人的体验存在障碍。因此，这与其说是一种文化，不如说是一种创伤。在正常的状态下，一个个体应该有能力内隐地知道，任何体验都具有解释的深度，在内在感受与外部现实之间是有一个相当大的空间去解释的，不同的解释可以导致截然不同的感受。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原认知能力，即对自己的想法和认知进行监测、思考和评估。如果父母有原认知能力，他首先会意识到自己的想法首先是自己产生的。这看似是一句废话，然而许多人会遗忘这一点，把自己的信念直接等同于对方的信念，然后去评价对方的心智。而原认知能力离不开一个能够反馈和经营儿童情绪的依恋关系。当父母能够对儿童的情绪给予准确的反馈，儿童就能够标记自己的情绪，并且对其调节和编码，从而使自己的体验能够在认知上被运用，并以此为基础来预测自己与他人的情绪状态。那么，为什么很多中国父母缺乏心智化和读心的能力呢？还是以我们在视频开头提到的那位网友为例，他自述爸爸的整个家族都有问题，出现心理疾病的比例更高。这与他的爸爸整个家族的经历有直接的关系。由于阶级成分的问题，他爸爸的家族遭遇了漫长的歧视和打击。1949年后，他的奶奶被划为地主阶级，太爷爷由于曾经做过国民党政权的基层干部，在50年代初就非正常死亡了。这导致了父亲的整个家族都陷入了长期的习得性无助，以及更强烈的抱团和恐惧不合群的倾向。由于年代久远，加上人本身就倾向于遗忘创伤，他很难通过采访和询问了解父亲或者爷爷奶奶当时的状态。但从那个时代的历史记录来看，不难推测当时人们的心理状态。比如我们在讲代际创伤的这期视频里就提到，到了1963年，阶级成分已经渗透到个人生活的言行举止，黑五类的子女和家属在就业、升学、婚姻方面处于受歧视的地位，即使这些人是生于1949年后。部分地区甚至规定，小升初条件是出身占60分，表现占20分，学习成绩占5分，其他占15分。在一些工厂，成分不好的工人不被允许操纵精密机床，因为担心搞破坏。在历次斗争运动中，黑五类家庭几乎必定处于优先打击目标，打击的方式包括训话、罚跪、捆打等。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在这种环境下，成分不好的父母自身就充满了焦虑、恐惧，是没有余力去反馈和经营儿童情绪的。不仅如此，儿童还往往成为父母情绪的容器，这都会导致一个人停留在较为原始的情感模式中。另一方面，由于阶级成分是株连家人的，一个人成分不好，他的子女、家人都会被歧视，这反而导致了进一步强化家族纽带和价值观。由于家族成员曾经经历了共同的创伤和无助，他们会更加寄希望于传宗接代，拓展自己的共同体，赋予自己生命的意义和动力。正如我们在去年10月27日的视频里提到的，许多传统文化看似古老，但其实是出于当下的需求才被弘扬，甚至是凭空发明出来的。安德森认为，民族是一种想象的社会建构，它不是自然存在的，而是通过人们的共同想象形成的。民族成员之间可能彼此并不相识，但通过对共同语言、文化和历史的认同，他们形成了一种想象的连接。这也意味着在新的环境下，出于某种现实需要，
民族文化同样可以再被发明一遍。因此，父亲这边对于催婚和传宗接代的偏执，与其说是复刻了某种中国文化，不如说是出于现实里物质和精神的匮乏。相比之下，当事人的妈妈虽然最开始也倾向于施压和控制，然而在经过咨询和交流后，妈妈表现出了对传统观念更高的反思水平，更能包容和理解他的情绪。外婆还认为，年轻人这个年纪不结婚，如今也很正常，孩子只是有自己的想法。这与奶奶对催婚的执念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而这种反差显然与两个家族经历的创伤有直接的关系。创伤的第二个层面在于社会支持系统的剥离。还是如我们在代际创伤的那期视频里提到的，1949年后，各地方政府对黑五类分子普遍采取了一种隔离政策。在山东的某些农村地区，政府规定被划为地主成分的人不准看戏，不准同群众讲话，在路上遇到任何人都要低头让路，干部可以随时进家检查等等。这意味着个体及其家族被从社会的正常运作中排除，沦为一种社会性死亡的状态。这种社会性死亡不仅仅是指物理上的隔离，更多的是在心理层面上的去个性化，个体被视作不完整、不合群的存在。比如有2-3个亲戚在背后议论他，他的恐惧和焦虑就很容易泛化，他感觉全世界都在批评自己，因为他很容易感到身边的人、政府、国家、整个世界似乎都是一体的。对于那些阶级成分不好的人来说，那些出身好的群众、干部、地方政府、中央政府都是铁板一块，都代表着能够一种镇压自己、监视自己的强大力量。个体若挑战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就是挑战他们全部。对他们而言，整个社会的结构显得如此强大和统一，以至于他们感到任何对外界规范或评价的反思和反抗都会直接威胁到的生存和安全。他们没有办法想象外界的看法是多样的，如果有人反对自己，那么他也只是代表一个群体而已。而由于不同群体在观点和价值观上有极大的多样性，因此理论上不论你有怎样的观念，都能够在一个社会中找到相应的能支持自己的群体。这样个体在置身于群体之中时，又可以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自由，而不必感到自己是作为孤零零的一个人去对抗他人。哪怕你在现实中没有条件链接自己的共同体，但只要你能推理出世界上必然存在这样的一个共同体，就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那种孤立感了。然而，由于长期的剥夺和孤立，他们往往只能感知社会的单一面向，特别是感知到的是一种统一的威胁或压力，于是他们无法感知到社会中存在的其他看法、群体和可能的支持。这会使个体产生对外界评价的极度服从，而这与心理等同模式也是相通的，也就是个体无法区分自己的主观看法与外部世界的客观现实，所有的外部信息都会被情感化和自我投射化，导致个体缺乏自我批判和独立判断的能力。实际上，许多中国家庭的心理问题看似是由于坚持和固守某种文化，但在心理层面上都可以视为创伤的积累和传承。一个人并不会因为生长在中国，就必然拥有中国文化的那些思维方式，关键在于他的个人经历和心路历程。这种微观的环境，包括物理意义的环境和个体主观感受到的心理环境，是比整体的文化更能决定人的心智的。最后再说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困惑和问题想和我交流，直接联系我的邮箱就好。比如你希望和我讨论某篇文章、某段话、某个视频、某种社会现象，或者你的日记，都可以提前把相关的文本发给我，我会在正式交流之前读完。或者你希望和我讨论你的人生经历、困惑和情感，都是可以的。如果你对隐私性、安全性、付款和通讯方式有任何疑问，也请及时告诉我。如果你无法付费或无法加入会员，也请联系我，我会提供其他方式。详情请参考这张图片。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心理与教育这个列表内，同时也推荐大家去看我这个列表内的其他视频。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